自从开始分享关于断食的视频，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断食坚持不下去怎么办呢？有很多朋友有尝试过断食，感受到了断食的好处，不过却很难坚持下去，常常会忍不住想要多吃。要怎么突破这个问题呢？之前有听说过，人生中很多遇到的问题和痛苦都来自于不了解自己。因为不了解自己，不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不清楚自己擅长的是什么，往往造成人生中做出很多错误的判断和选择，面临很多的痛苦。就算是很富有的人，或者是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孩子，就算过着很优渥的生活，掌握很多的资源，如果不了解自己，还是会在人生中做出很多错误的选择，面临很多的痛苦。有一句话就是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就是指这种情况，手握再好的资源也被糟蹋浪费了。从局外人的角度看来，感到格外的不解和可惜。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优秀的艺人、运动员或专业人士，年轻的时候取得大量的成功和财富，却不懂得经营，把一切都败光了，晚年变得穷困潦倒。所以关键不是现在要有什么好的条件，不要抱怨自己所在的环境很恶劣，而是要尝试了解自己，明确方向才能成事。因为就算进度很慢，只要是往对的方向就是进步。如果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知道自己要往什么方向，就算手握很多很好的条件和资源，最终还是会浪费掉。联系到断食这个话题，很多人想要减重，但是很难下定决心去挑战断食。有些人开始过后，坚持几天又放弃了。断食对减重基本上是很有效的，尤其是一天一餐断食，只要能做到，基本上每天都会掉秤0.1至0.5公斤。大多数人1到3个月之内就可以达到理想体重，长期断食则可以维持体重不复胖。不过断食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确实是要很有决心才能做到，尤其是长期坚持更加困难。要可以长期坚持下去的关键是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自己要达到什么样的长远目标，便可以更容易的坚持下去。自律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源于真正知道和坚定自己要的是什么，并且愿意付出大量的努力为之奋斗。那么要如何做到了解自己呢？就是和自己进行深入且长期的对话。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是写日志或者是写日记，每天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现在写日记这个习惯可能不太常见，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习惯。那么写日记有什么重要的功能呢？我的感受是，写日记相当于一个挖矿的过程。挖矿的过程需要耐心地拨开大量的泥土和石头，慢慢挖掘，从各个角度挖掘，最终找到宝藏。写日记是一个要长期坚持的习惯，在每天和自己对话的过程中，逐渐发现自己的宝藏、闪光点和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找到人生的方向。在找到人生方向之前，做出的努力可能是往错误的方向，是无效和浪费的，甚至有可能造成痛苦和伤害。找到人生的方向后，能量得以聚焦，则可以更快达到目标。那么实际上应该怎么写日记呢？基本上因人而异，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我个人的感觉是可以分为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写出每天的亮点，每天回顾一天之中发生的事情，有没有一些亮点或关键点，值得一提的事情，好事或坏事都行，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学习到了什么，还有什么是可以改进的。每天改进一点点，长期下来人生可以实现突破性的成长。我自己每天写日记的时候，最喜欢回顾的2个点是，我今天最大的胜利是什么，我今天最大的感悟是什么。思考我今天最大的胜利是什么，就是盘点每天自己做得很棒的事情，就算是很小的胜利，比如运动1小时，或者工作很认真，或者帮了别人一个小忙等等。
每天回顾自己的胜利，可以帮助自己建立强大的自信。还有思考我今天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就是在看起来可能平凡的一天当中，发现一些有意义或者值得学习的事情，好像是挖矿一样，每天认真挖掘，每天都可以挖掘和储存到一点点，时间久了就会累积大量的人生宝藏。这2个点还有一个很神奇的效果是，每天重复问自己，我今天最大的胜利是什么？我今天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就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植入一个念头，就是我们的每一天是胜利的，我们的每一天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不是在问我今天是否胜利，我的一天是否有意义，而是直接认定这一天是胜利且有意义的，并且开始寻找这一天的胜利和意义。这个心态不只是让我们更容易去发现每天的成就和感悟，甚至会在潜意识中不知不觉推动我们在每一天之中主动去创造胜利和意义，让我们的人生往一个正面的方向发展，非常神奇。这就是为什么在面对同一件事的时候，有些人会愤怒和抱怨，有些人则能乐观面对，因为他们的潜意识的植入是不一样的。只要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善意的，他们对每一个事件的解读都会不一样。接下来讲一下写日记的第2个部分。对我来说，写日记的第2个重点就是写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深度挖掘自己内心的课题，比如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自己擅长的是什么，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什么，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自己的使命是什么，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等等，针对这些话题做深度挖掘。同一个话题可能第一天只写了几行，第2天又再多写几行，在不停地回顾同一个课题的过程中，可以深挖、深度剖析，层层堆叠，能得到一个很全面且清晰的画面。有些人会认为用想的就可以，不需要写下来，用文字记录其实非常重要。回顾人类历史，文字的发明和运用，让人类文明实现了快速的进步和发展。事实上，写下来跟单纯用头脑来想是完全不一样的。头脑在每一个瞬间只能处理很少量的信息，这个瞬间在想这个问题，下一个瞬间想别的，之前的就都忘了，没有办法深入研究一个课题。相反的，把想到的重点写下来，头脑就可以接着想下一个重点，就算之前的忘了也没关系，因为已经记录下来了。比如想要写自己擅长的是什么，自己的优点是什么，可能今天就只能想到3个自己的优点，写下来，第2天或者过几天再回来，可能又想到几个，又写下来，可能在吃饭、运动、逛街或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又灵机一动想到几个，又写下来，一段时间过后就可以累积到大量有用的信息。试想一下，如果比较2个人，第一个人只能列出自己3个优点，而另一个人经过长期的思考和累积，可以列出30个自己的优点，哪一个人会更了解自己呢？哪一个人会更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哪一个人更有机会在人生中做出正确的判断？肯定是第2个人。这个挖矿的过程虽然很费时，但是真的很重要。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生命中有很多宝藏和潜能，就是因为没有被挖掘而浪费掉了，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有些人会认为这些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还是效果不好呢？因为每个人想做的事情和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不一定可以同时兼顾每一件事。大多数人都是被动的被环境影响，无意中时间花在了看起来还可以，但是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结果错过了自己最想要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写关于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课题，通常也是第一次，可能可以写出几个，要耐心持续思考，持续写，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可以收集到几十个感兴趣或者是想做的事情，全部列出来过后，可以慢慢排序。在这个过程中会意识到对自己比较重要的目标，就会比较清楚当下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如果没有认真思考的话，可能会不小心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了比较不重要的事情上，而真正重要的事情则被搁置一旁。还有，在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值得写的课题，是关于自己曾经面对过的挫折和创伤。很多时候，一个人曾经面对过的挫折和创伤，会使他形成强烈的自卑感。这个自卑感像一个枷锁一样，让一个人无法前进。明明有能力完成的事情，他却选择放弃。去写关于自己曾经面对过的挫折和创伤，重现当时的事件和场景，多写几次也没关系。从各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最终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感悟，使自己能慢慢得到疗愈，卸下枷锁，继续前进。接下来讲一下写日志的第3个部分。对我来说，写日志的第3个重点是写自己感恩的事情。每天尝试把自己感恩的事情写下来，就算是小事也可以写。感恩其中一个最大的好处是提升个人的自信。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每天记录对各种人事物的感恩，我们会发现原来自己值得这么多美好的事物，能加深自己的信心。写感恩日记是能送给自己的一个最好的礼物。记录感恩的事比物质上的奖励更能长久地增加幸福感，因为它关注的是内在的满足，而非外在的短暂刺激。我们会把钱存在银行账户，钱越多我们会越高兴。同样的，我们可以把人生中发生的好事、值得感恩的事记录和储存在我们的感恩日记当中，也能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们的人生是幸运且富有的。就如吸引力法则所说的一样，感恩的心态会使我们变得像磁铁一样，越感恩越幸运，不断地吸引好运到我们的人生之中。感恩能激发巧合效应，很多人发现，当他们练习感恩时，生活中会更频繁地遇到好事或巧合。这听起来很神奇，事实上，心理学家认为，这并非运气的改变，而是感恩提升了我们对正面事件的敏感度，让我们更容易捕捉到生活中的美好。接下来写日记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收集一些关于自己的数据。比如，如果一个人的目标是减重，其实方法是很简单的，大家都知道，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就是有很多人不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收集数据，就是他们没有每天量体重。对，是要少吃，但是要少吃到什么程度才够呢？就是看体重，体重还没下，就是吃得不够少；已经吃很少了，就是断食不够久。一般上，每天要清水断食超过20小时以上，才会有显著的减重效果。所以收集数据很重要，如果没有量体重，根本不知道自己做得够不够，需不需要调整。另一个例子是，如果一个人每个月月光族，钱都不知道花到哪里了，要怎么办呢？方法是一样的，就是做记录，收集数据，认真记录自己每天的开销内容，才会有机会复盘和改进。还有另一个情况是，如果想好好利用业余时间提升自己，但时间都不知道花到哪里了，也是一样，要做记录，收集数据，记录自己每天时间花在哪里，才有机会调整和改变。所以要了解自己，要改进自己，就要收集一些数据。数据的力量很惊人，很多世界上很庞大的科技互联网公司、网购平台等，透过收集和分析大量的用户数据，可以增加对消费者的了解，实现巨大的盈利回馈。科技互联网公司通过了解我们，能对我们产生影响力，影响我们的购买决定。同样的，当我们了解自己时，就能对我们自己的人生产生更重要的影响力。我们拥有堪称如宇宙般复杂的头脑，但大多数人都不会利用，很多潜能都没有被开发和发挥到，导致自己过了一个平庸的人生。头脑极其强大，可以思考和分析很多难题，不过很多好的想法都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忘记了，或者很多的想法杂乱无章，不能发挥价值。利用头脑最正确的方法，就是一有点子就写下来，
想到就写下来，把全部想法收集起来，然后把这些想法分类、整理和排序，可能会得到很有价值的成果。就是如果只提供一堆建筑材料是不能住的，当把这些建筑材料组合起来，才能变成一间可以住的房子。所以想要做到可以坚持断食或达到人生中一些重要的目标，要花时间和耐心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了解自己，把自己人生中的宝藏挖掘出来，并且加以打磨。这看起来像是绕了一大段弯路，不过很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